晚安。今天一样跟大家聊一只手表 Nautilus Duality 2 OK Nautilus Duality 2 OK 这个 Duality OK 真的是很西岸的念法。 OK 它是这个 Nautilus 其实是一个来自洛杉矶的独立品牌。那如果你们对于这种压缩壳双冠的潜水表，这种 Super Compressor Style 有兴趣，就是你们有看我之前那个Longines 的那一个潜水表 ，OK， 你们大概喜欢这一种设计细节，但是这一只不用10万 ，OK， 那你们一定要看到最后，而且这一只我真的觉得是帅到不行 ，OK， 在开始之前还是照惯例。欢迎来到烂熟人的频道，我是设计师吉米。那各位老朋友们都知道，我在这边都尽量就是大家用对谈有一点我自己跟自己对谈，那你们大家用留言来跟我对话的方式，不要太严肃，我们就像把它想成咖啡厅闲聊 ，OK， 或者是来一个 Whisky Bar， 点一杯 Old Fashion， 放松的聊天。那假如是新朋友呢，你们刚好第一次来这个频道，记得先去按赞、订阅、追踪，还要开启小铃铛，这样你们以后就不会错过我的影片了。还有看影片的时候，就是如果有跳出广告，麻烦大家帮吉米多看10秒钟。你们一个无心的小动作，被你们这样跟你们这样讲一讲，我的撇头看我的酒柜，真的实在是，我觉得我等一下录其他集，我要来开一支我喜欢的威士忌，真是讨厌。没有18岁不可以喝酒，在这边要呼吁大家 ，OK， 还有喝酒不要开车，还有开酒不要喝车 ，OK。Anyway， 那个广告如果跳出来，帮吉米多看10秒钟，你们一个无心的小动作，给我和这个后置的小编是非常大的鼓励，让我们可以继续努力的把整个频道经营下去。吉米跟大家说一声谢谢啦。OK， 其实小编也很辛苦，就是我们都是从美工相关行业慢慢做，然后读设计，然后从美编都干过美编的工作。那其实因为有的时候小编他不光是要帮我多做这个剪影片的动作，那当然我是有另外再给他钱这个毕竟有叫人家出劳力，这势必是要给人家钱。不过他平常也是要帮我们公司做一些3D rendering。OK whatever 要模拟给客人看的东西 ，Anyway 都是说小编很辛苦啦，所以你们就多看10秒钟，帮忙一下。OK，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Nautilus 的这个 Duality 2这一款是怎么从第一代进化过来，但是一样它的价格还是压在$800这个区间，我觉得它会打趴很多大牌的入门表。那接下来我们就聊下去吧。要了解 Duality 2， 我们必须要先回到5年前。Nautilus 推出了第一代的 Duality， 那它的定位很特别，它就不是一只单纯的潜水表，它也不是 GMT 旅行表，而是一个双冠运动表 Compressor Style。OK， 那说实话，这种设计在市场上一直都不是主流，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就是带出去好像有一点奇怪，但是其实还蛮实用的定位，吸引到一群很小众独立品牌的玩家。那本人就是其中一个受害者。OK，Nautilus 是一个2017年才创立的美国品牌，那总部设在 Los Angeles， 就是洛杉矶天使之城。OK， 那他们的特色就是美国设计、美国组装。那虽然零件来自全球化，我觉得这个我这样子写应该还可以吧，全球化。但是品牌很坚持哦，他们要在自己家的工作室的这个调教机器上面去调机芯，所以每一只表都有这个美式工坊的味道。那 Duality 也一样，那机芯用的一样是 Miyota 的9015，但 Nautilus 它还会自己调教，把它调到这个正负8秒，基本上比 Miyota 准太多了。那在设计上 ，Duality 也延续了第一代的双冠设计，内置的旋转圈，那这就是我们讲的 Super Compressor 的压缩机的这个特色，压缩壳的特色。你可以选择60分钟潜水刻度，或者是把它当成这个第20区的这个刻度。我觉得这个表同时就能够满足日常跟旅行功能的一个简单的需求。那我觉得这一次还出了一个 Drift Blue 的版本，其实就是 Duality 的蓝色面盘的版本。那它用的是一个很干净、很现代的蓝色，抛光、拉丝交错的表壳，有运动感。那去正式场合也不突兀。那说白了，
它当然不是跟 Rolex 或 Omega 要硬碰硬，而是一个合理的价格，给玩家一个设计、功能跟工艺都到位的选择。OK， 设计的部分 ，Duality 2相较于第一代，真的你可以看得出就是进步实在是进化非常多了，我不能讲进步了。首先，整个厚度减薄了 1.6 个 mm， 它从原本的13变成了 11.5。你们千万不要小看这个 1.6 mm 的差别。当你把表戴在手上，你会发现11跟13真的就是差很多。这种厚度的变化让它更贴手，而且会多一份轻盈感。OK， 基本上我认为只要超过13的表头，通常会有压手的问题。OK， 好，那讲回来，表壳用的是 316L 的不锈钢，那表面有拉丝抛光的交错，中壳则是横向的一个拉丝，非常的细腻。倒角抛光则反射出镜子一般的亮度，虽然达不到所谓的 Grand Seiko 那种变态水晶的打磨，但是在800块这个价位，我觉得非常的有诚意。那再来说一下它的双表冠，2点钟的表冠是控制内旋转的表圈，那这个我们之前在Longines 或者是那个 Spinnaker 我们都有介绍过这个功能。那4点钟位置就是操作机芯啦。那其实2个表冠现在都比旧款的矮宽，手感的触感更好，而且它还做了这个脱扣的设计，避免你在锁回表冠头的时候不小心动到表圈。那我觉得这些小细节，当然它不是跟设计感华丽有关系，但是用起来你会觉得，这是一个贴心用心的好设计。表盘方面，第一代用的是三明治面盘，那第二代则改成了立体金属石标，再搭配上6点钟的日期窗，我觉得整个质感提升的还蛮多的。尤其这一次 Drift Blue 的蓝色面盘，我觉得在光线下会呈现出不同的层次，是非常耐看的。夜光的部分，同样的是 Super Luminova BGW9， 那蓝光给这个指针和时标，那绿光则是给内圈的三角形的标记。这样一来，它不只漂亮，还能够在黑暗中快速分辨功能区域。OK， 那表带则是另外一个亮点。第一代用的是 H-Link， 那这一次则是换成了这个3链式的表带，从20mm 逐渐缩到这个16mm， 所以它也有快拆设计，对于喜欢换 NATO Strap 或者是这个 NATO Strap 或者是橡胶带的玩家来讲，也是非常的方便。那它的扣具同样用的是这个 Nodus 自家专利的这个 Nodex 的微调折叠扣，这个折叠扣非常的方便，轻轻一按就可以伸缩1公分。OK， 我觉得这种调松紧来讲就是很棒的一个设计了。整体来说 Duality 2在设计上面是一个精华，也是一个精致化的过程。虽然没有所谓的大破大立，但是我觉得每个地方更改都有进步，有到位。那机芯用的是 Miyota 的9015，那这颗机芯被很多品牌称为这个平价的劳动机这颗自动机芯24/4 Hz， 那动力储存41小时，有停秒手上链的功能。那很多人会说，都花$800了，能买 Miyota 这个太寒酸了吧？但我觉得就是看品牌怎么去抓这个比例吧。原厂的 Miyota 它的日差可能会在正负20秒，但 Nodus 自己会把它调到正负8秒。我觉得这个细节让它在实际佩戴中稳定度跟可靠度都会比同价位的竞品更好。再来就是 Duality 2， 它的结构，它是一款 Super Compressor 的双冠表，意思就是说它的表壳背盖会随着水压加深而自动紧闭。理论上，浅就是你越浅的深，那个水压变大的话，这个 compressor 就会把它壳压得更紧。但虽然现代的版本大多数都只是致敬当初这个设计的概念，但是 Nodus 还是给了它300米的防水，所以这已经足够应付潜水、游泳甚至极限的潜水运动了。所以加上这个蓝宝石水晶，然后内部有涂这个防反光的 AR coating， 整个视觉的通透度非常好，让这一支蓝面盘在不同的光线下，整个读时的效果、视觉效果都是满分的。OK， 我觉得在耐用性、精准度、防水性能这3点上，它就已经符合了一个工具表。那它现在又有设计，我觉得在同价位的竞品，应该要挑出跟它能打的，其实也没有几个选择。OK， $800也就大概25000到27000了。那限量版有一个 Night Shade
的 DLC 版本是$875，那我是觉得 DLC 这些东西我是不会选的。OK， 我还是会买就最一般版。当然，这个价格带你可以去买到 Seiko 的 Prospex，像我今天手上也带的是 Prospex SPB083，这一支也是限量款，他们当初叫做 Blue Hole，I don't know， 蓝洞。OK， 应该是水里面的那个蓝洞透蓝光的意思吧。Anyway， 这支表我也从2018年带到了现在，也带了7年了，也都非常的好用。所以你说这个价位，其实还有天说的像 C Star 一些入门的潜水表，其实都挑得到东西了。那你再加一点，可能可以买 Oris， 但问题是大品牌通常在细节打磨还有比如说微调扣这些东西，它不可能给你这么多的惊喜。相反的 ，Nautilus 虽然它是一个独立的 micro brand， 可是他们在表壳处理、夜光配置、扣具的设计细节上，真的都给得很满。所以我觉得到重点倒不一定一直要放在 Miyota 这个9015这个机型。Duality 2它的市场定位非常的清楚，它就没有要跟 Rolex、Omega 这些品牌对打，它就是吃$1000以下的市场，提供一个高完成度的小众精品。我觉得想尝鲜跟想要跟别人不一样的人来讲，这个吸引力是很大的。想要万用表，但它不是一只单纯的潜水表，也不是一只旅行表，而是一个混合体。所以它很适合想要日常佩戴的人。那它的直径只有40mm， 厚度只有11.5mm。OK， 我觉得从6.5寸到7寸的手腕戴都可以非常的舒服吧。40mm 其实就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尺寸。那喜欢细节控的，它的双色夜光、Nautilus 的这个微调扣、快拆链带，我觉得都是喜欢把手表当成玩具的玩家级需求的人会喜欢的配置。那再来就是想要入手 micro brand， 也不想要跟大家一样，就是永远5万块以内，好像就只能选 Oris、米度、美度、Seiko、Tissot、Citizen、Y。我觉得 Nautilus 这种小众品牌会让你觉得很有特色。总结一句话，这只表可以陪你上班，也可以陪你去专业潜水，是一只很万用的手表。那聊到这边呢，我觉得 Nautilus Duality 2是一个很精致化的一个进化，大幅的革命性的改变，每个小地方都优化了，更薄、更舒适、更精致、更好看。那你可能会问，有第一代的人还要换第二代吗？老实说，我倒觉得不一定啦，因为我觉得第一代的三明治面盘它非常有它自己的独特性。那当然，如果你是第一次接触 Duality 系列，那当然直接选2代，我觉得是绝对不会后悔。OK， 那最后提醒大家，喜欢这一类这个放屁的内容，大家不要太认真哈。这个有的时候我可能会讲错或什么的，你们留言可以友善一点点。吉米也是有一颗玻璃心的，那有一些讲话就是真的很哭的，我不会选择回复，我会直接把你删掉。不好意思，因为我不想要接收任何的这个怎么讲，我知道你们都有你们的情绪，但是不要留言去攻击其他人。有的时候我会发现下面有些人会因为手表的一些想法，可能这个人使用的经验好，另外一个人使用不好，那下面就会键盘就会打起来，那这个我都会选择直接删掉，我不会回复。OK， 我希望大家就是不要浪费时间在做这件事情上面。OK， 你们多花时间听听我的影片，不是更好吗？OK，Anyway，帮我按赞、订阅、追踪，然后开启小铃铛。广告如果跳出来的话，帮我多看10秒。吉米跟小编来讲，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动力啊，谢谢大家。OK，Anyway，不管怎么样的手表，总归一句话，它都不可能留得住时间。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就是，每一分每一秒的过去，我们都在创造自己属于你跟我的历史。吉米跟小编希望大家玩表要玩得开心，玩得健康。戴在手上的手表是让我们看着时间，珍惜身边值得珍惜的事物。对于时间，我们要花在正面庆祝的态度上面，不要花时间去斗嘴，不要花时间去找负面的情绪，活好每一分每一秒。我是烂熟人设计师 Jimmy， 我们下次影片再见 ，Peace。